卖得好跟股价其实也不见得是正相关啊。这个有时候卖得好的呢，这个本益比 EPS 不错，但是因为它可能低调，它可能很稳健，它股价不好，但是它的可能公司盈利很好啊，投资人赚的是这个股利啊。但是有些新药呢，它在烧钱，但是它是个话题，所以很多的资金的挹注，它股价很高，所以投资这种新药型，你赚的是 capital gain，赚的是资本利得。我会觉得一个资产配置，生技是一定要有，但是可能基于它的风险性。占比不要高，但是你完全没有，你也会错失掉，因为谁知道你在这里面，你就会有一个，就像20年前，没有人知道这个糖尿病药可以在20年后可以大卖，而且它变成是减重产品。各位理财小时候的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吴安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小白看产业，小白看产业。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生物科技。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蛮难的，希望今天的课程之后，大家会多少看清楚生物科技到底该怎么样来观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是台经社的社长孙智立孙社长，欢迎你。大家好。是，而且孙社长研究生物科技这个领域呢，已经讲数十年，好像讲人家老了，可是真的是很有经验。主要是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就跟社长聊到，对我们这个老新闻人来说，讲到生技业就会想到多年前那个2兆双星。那个时候的生物科技业就是一个新兴产业，被认为有高潜力，所以是一个正在升起的闪亮的明星啊。结果后来这4个产业还好，半导体现在是翻身了啦，要不然后来这4个产业2兆双星加起来这4个呢，有一阵子被称作4大惨业，就是很凄惨的惨。不过半导体现在翻身了，社长，现在生物科技是不是也轮到翻身的时候了？当然，在现在这个 AI booming 的时代，要在 AI 的这个浪潮下翻身是蛮不容易的啦。那我想 AI 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科技，将来所有它的落地应用都一定要在实质的一个场域去实现。那我想医疗或者是新药开发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未来 AI 跟新药开发跟这个医疗精准的诊断都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想在这个 AI 浪潮下，未来我们在整合我们的所有的一些健保的一些大数据啊，然后可以开发适合这个我们国人特有体质或者是亚洲人体质的新药，然后发展更精准的一些诊断，我想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当然在这个 AI 浪潮上，我要去预测这个生物科技什么时候可以像半导体一样变成一枝独秀，但我必须要讲，我们半导体产业可能因为它的这个量产制造的特性，我们可以有一个护国神山，非常非常的大。但是生物科技，我想它翻身的时候是百家百家齐鸣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少量多样化，它是一个像护国群山一样，你很难期待会有一个像这样子台积电这样子这么大，可以带动整个生态系，而是生态系里面就是非常少量多样化百家争鸣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这边刚刚讲到说，社长研究生技很久，就是那个时候2兆双星。刚刚社长有提到说是2兆双星提出来之前，你就差不多开始在接触这个领域嘛。然后蛮特别的是，社长本来不是学跟生物相关、跟医疗相关，本来是经济的，然后现在研究这个研究了这么多年，我们就要跟社长学学要怎么看这个生物科技产业。刚刚社长讲到说，百家齐放，这个确实是我们去药妆店就可以感觉出来。现在药妆店里头一大堆保养品啊，吃的、用的，然后脸上啊、身体里面啊，各式各样。然后你把它那个包装盒拿起来，后面都会写很多都写生技公司。
这么多的一些这些生技公司，它的产品是不是符合需求？就我刚刚讲，它是不是找到一个 niche 哦？就像现在之前大家突然现在很流行开始要减肥啊，它有这个需求，它的东西是不是符合需求？那它在这个需求下，它是不是有够好的独特的技术？例如它有没有一些专利技术或者一些比较特有的一个技术可以去发展这些产品？但问题是，生技医药跟其他产品最大的不同，不是你做出来价廉物美就会有人要用，而这个产品必须通过法规，而这个法规呢，它必须建立在很好的人体的临床的这个试验的一些数据啊，它不是你自己宣称好就可以。那临床数据呢，它也非常的科学，你必须先做过安全性。安全性为什么在生技领域很重要？很多东西你不要以为天然的就是好，你就去吃哦，它可能毒性很强。那有些癌症用药，为什么会癌症用药很多的很严重的不舒服的副作用？因为它毒性太强，所以你要通过这个最后的这个能够拿到药证，它起码要安全性。那安全性呢过了呢？还要有效性，他宣称的那个他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啊？那必须要透过人体试验去证明出来。那有了安全性，有了有效性，通过了有效性之后呢，还要在不同的族群去试用。它会不会对某些人会有特别不利的影响？或者是对哪些人特别有效？所以要放大到很多人去试用，可以才能够取证。所以它跟其他的这个产品最大的不同，它的功效是不能宣称，它是必须做实验去认证出来，然后在科学上还必须要讲出它是什么道理、什么机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透过人体的试验才能够取证。所以当我们在看一家生技公司的一个它有没有潜力的时候，就是它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它想要发展的东西是不是有需要啊？那是不是这个技术可以达成？而他什么时候完成这些临床试验取证？那他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能够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价格上具有竞争力？然后健保是不是给付？还是说他如果是自费市场，它是不是价格具有竞争力？然后最后整个公司是不是有足够资金可以支应到它最后把整个产品发展出来？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一个公司的一个价值，跟它发展这些产品的一个潜力。社长，那你刚刚讲的这些，是不是你们会有一个表说哪一项就给几分，哪一项给几分，是这样子来画的吗？是，我们就是将它这个开发的这个以生物的这个科技的一个评价，我们就是将它的整个技术的开发的这个期程，它现在走到哪里，它预计要完成哪些临床试验，那预期什么时候取证，那它宣称的那个的目标市场，我们要去估它的一个可能可以得到的一个营业的一个收入那但是这个或者是它的可能的一个潜在市场规模，那这个潜在市场规模又是跟它的技术的竞争力有关，它的竞争力是不是够强它可能市占率多高，然后去估它的一个预期营收，那它前面还有一些投入，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将它的预期营收扣除前面还有的这些投入，然后我们就放在时间的排程上面，把它放到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净现值模型 Net Present Value， 或者是我们创投常讲的 Discounted Cash Flow DCF 模型。然后当然生技风险高，像我是常用比较高的折现率去打折然后去将它的未来的风险看起来可以上好几亿的营收，但是问题是如果10年后才上市，那以现在来看可能就要打非常多折了就用一个 risk， 用一个风险去做调整，然后它的整个开发价值这样子去这个衡量一个生技公司的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潜力。可是会不会有一些东西蛮难衡量的譬如说威尔刚当初不是用来治疗性功能障碍嘛，它是一个本来治疗心血管疾病结果突然就发现有那个功用，这个像这种还有像瘦针，最近很红的那个瘦针，它本来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相关的，结果突然发现市场无限广大，大家都想减肥就打瘦针，
得糖尿病的人可能没那么多，可是要减肥的人很多，市场就突然变大，这个有办法评量的出来吗？其实事实上，这个我就必须要讲，这个是很难讲，因为像瘦针其实是一个20年前有一家 Novo Nordisk， 它就已经发展，当然它当时以主打糖尿病为主，但是当时糖尿病可能因为在之前很多的三高都是在大概20-30年前就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大药厂已经有很好的小分子药可以做很好的控制，所以这个三高市场一向都不好。那后来等到生物科技在大量发展的时候，很多的新药的主题都是在癌症的治疗上面，很多的新的一些大分子药啊，所谓的标靶治疗啊，或者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一些治疗方式，都是后来的生技公司去发展。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去预期什么时候它变成流行，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就很难去做预测，很难去做预测。那我们当然只能说从盛行率啊去做推估，但它什么时候变成一个 big hit， 我会觉得为什么人家讲说生技的这个投资啊是非常有点像是 gambling，因为它什么时候，你看它20年后，它以糖尿病的治疗，然后现在又刚好又夹杂对着这个减重的这个帮助，所以它已经然后把肥胖变成一个慢性病来处理，你变成除了运动，你变成 lifestyle 的一个，那你必须这个瘦针呢，还不是说你一次打完就可以，你可能要长时期的去控制，因为没有可能就回来了，那回来你的这个就复胖，所以说它就变成一个风潮去做，那很多生技都是一个风潮就带动起来。那但是我们在预估一个技术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还是从基本的来看。但是什么时候变市场上的这个潮流，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就不是属于的预测了。那我们大概可以预测的是平均值，我们没办法预测 outlier， 就是会跳上去的这种方式。那我还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COVID-19 的疫苗。在这个之前，在疫情之前呢，我们生界没有人会觉得疫苗是一个好的一个投资标的，因为疫苗跟那个国防一样，它很受采购案的影响，所以可是问题是一旦COVID 发生了，哇，所有做疫苗的就开始咸鱼翻身了。对，当时最不受创投青睐的，像这种疫苗类的，结果都反身，而且这些像这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BNT 的那个他的那个原来有一个技术发明人，他也是撑了非常久。对，然后最后把疫苗做出来是 BNT 跟 Pfizer。那 Pfizer 辉瑞呢，其实在我们生技它不是疫苗厂，它是制药厂，它只是刚好去投资了 BNT，所以它就整个就发展，然后最后它也比莫德纳先拿到药证，然后也先拿到药证，然后也卖的实际上是比较好。那虽然股价当然莫德纳也曾经很高，你看又有一个例子又可以证明卖得好跟股价其实也不见得是正相关。这个有时候卖得好的呢，这个本益比 EPS 不错，但是因为它可能低调，它可能很稳健，它股价不好，但是它的可能公司盈利很好，投资人赚的是这个股利，但是有些新药呢，它在烧钱，但是它是个话题，所以很多的资金的挹注，它股价很高，所以投资这种新药型，你赚的是 capital gain，赚的是资本利得。那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法。那如何去预测？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它的技术可不可行？最后是不是有个稳健营收？这是我们能预测的，我们能判断。但是它可不可以大卖，变成一个 blockbuster？这个我们就很难说了。可是台湾的，我有去 Google 一下，台湾的上市贵公司生技的也还是有上百家。那这样子，连社长这样的专家都觉得有的时候很难预测，我们一般人要怎么看呢？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几个其实如果从实质生产面来看，我们台湾这个生技领域其实制造比较强的，
是比较多的是医疗器材，像这个这个血糖仪啊，这个体温计的，它的这个，因为它是属于制造，所以它有很好的这个EPS 也还不错，然后利润也还不错，然后毛利也不错，然后股价目前台湾的资本市场对于这种已经有稳健营收的这些资料开始给予比较好的评价了，就是他们也都有上百块钱的一个实力。那但是同样的新药股，可能新药类股呢，可能在历经了这2次的2013、2016的一个我们的生技的一个大失望，对一个就是本来以为会有新药出来，结果都没有。所以现在我们的新药的这个评价呢就比较不好就是目前来看就没有因为它的这个梦做很大就给予，目前都可能回到一个比较低档的一个状况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创投里面，还是对于新药类是比较容易具有爆发性的新药类股其实我并不是要看它走到后来有产品生产制造，而是它如果技术够好，它如果可以做出一个它有专利技术保护，它最后这个可以再发展到一个可能 Phase 1的时候就可以寄转给国外大药厂，然后就会有一大笔的这个授权金进来，那它的营收的模式是授权收入，而不是产品制造生产的一个收入。那所以说你就会看到那个新药股，它的那个如果讲 EPS， 它就是暴起暴落型，它是暴起暴落型，它可能随时跟一个国际的一个合作，它的股价就非常的高但是它可能没办法长抱，它可能很快马上就会不管叫做打落原形，还是就是大家就可能就退场，对，真的要把药做出来，后面还有很多关卡对，但是我对于台湾的生技新药公司认为是他们授权给国外药厂，其实真正当然现在大分子药的生产也没有像小分子药这么容易，但是一项在我们生技制药的重要议题，这个研发出来之后，其实还要想办法能够量产制造。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药厂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CDMO 代工厂，他们有经验。那最后其实最难的利润最后的那一块就是行销部分。那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讲，这是大药厂的优势你知道那个大药厂，我们生技因为研发这么贵，所以你不太可能以自己的国内市场为主，你必须要以全球市场。那怎么样才会有全球市场的通路跟那个品牌？尤其是你到医院，要让医生觉得开这个处方签他很放心多半大药厂就有这个优势。我今天再怎么样，我看到 Pfizer 辉瑞这个疫苗打起来我就放心，虽然它其实是制药，它不是疫苗厂那这个大药厂对于医生去做处方剂的这个 prescribe， 或者是他比较有信心，然后对于要打入全世界的这些各个国家各个通路，这都是大药厂的优势。就好像以前台湾我们都做这个iPhone 手机里面每个重要的零组件都是我们做，然后我们把它整合，可是最后贴上那个 Apple 然后结果赚利润最高的是 Apple。没关系啦，我们赚中间的小钱。对，但赚中间的小钱，赚中间我们在练功所以现在里面的像晶片，我们这样一直练也可以变成在一个技术领域上，我们有一个不可被取代的关键地位。我想把事情做到很极致，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这个就是公司的价值而不是去追逐一个大家都很大的，然后很多产品，然后还有通路。我们当然也很希望有 branding Taiwan 是台湾，但我必须要讲，医药这个是一个专业市场，它不是说你花大钱去 consumer product 消费者去诉求，然后让消费者用他的集体购买权去支撑，它没有，它是专业市场。所以专业市场，那它这个只有制药厂、制药公司才有办法去打入。我永远记得在我们这个 COVID 期间，那时候疫苗我们当然讲到当时我们自己国产疫苗但是当时最不支持
国产疫苗的，其实据我了解都是医生，他们觉得有国外的这些药厂做的医药品，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开发？没必要把资源花在这上面。对，他们会觉得他们比较信赖的。所以今天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医药品这个品牌能够让病人、让医生信任，这个的难度是远高于做研发所烧的钱。所以我一直觉得，在新药、在生技新药里面，你做研发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行销。虽然它不是对产品的行，而是对公司的一个行销。研发就是生技公司的一个行销。我会觉得，如果你今天有很好的下一代产品，副作用又小，那你其实应该授权给国外大药厂，让国外大药厂来做这个品牌，来行销到全世界，来行销到每一个消费者，利用他们的一些 channel， 还有他们的一些形象。但是我们就做好，我们要好好研究，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机转，所以让这件事情有效。那除了理论上的证实之外，proof of concept 之外，那还有就是在人体上得到很好的验证。我们做这个，把这个整个知识做好，然后授权出去，这是我是觉得这个新药模式。所以再又讲回来，所以那既然是授权出去，那它的收入就会暴起暴落，它就没办法像传统，如果你做学名药、做医材、做耗材、做简单的量测仪器，它可以有个稳健的营收了。好啦，就是心脏大科的人可以关注新药这方面。那我们假如觉得平安过日子的，可以看医疗器材。其实台湾做器材也蛮方便的嘛，而且社长提到说，医疗器材也是台湾一个卡进生技产业，在全球卡进生技产业一个蛮不错的入门点。那台湾在全球生技产业要卡进去一个位置，除了刚刚社长讲的，就是我们做先期的研究，然后把这个研究成果可能可以卖到给国际的大药厂，还有刚刚讲医疗器材。那学名药你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入手方的入门槛，这个跨入国际生技产业链的一个好方式吗？或者是说台湾还有什么要投入国际生技产业这个大市场，台湾还有什么样子蛮好可以入门的地方的？我必须要讲，很多人都觉得学名药门槛低容易，但是我也必须要讲，全世界学名药比较大的学名药厂以色列，但是真正学名药生产最多的就是印度跟中国。他们有很强大、很快速、很有效率的这些化学合成，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我们可能有一些学名药厂去生产一些我们基本的这个国产医药的，满足我们的国产的医药的基本需求，但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不认为我们有竞争优势。我们能做的学名药是那些成本没有办法压到那么低。对，而且我们的原料要生产，其实我们也生产不多，就是原来要做学名药之前的那个原料药，我们也有几家做，但毕竟你知道我们药有上百上千种，我们没有生产这么多，那可能合成那个专利，可能化学结构是非常简单就可以合成。这个印度、中国做非常多，那可是大分子药它因为分子结构非常的复杂，如果前面那个组装叫做自行车的话，这个后面这个大分子药就像在组装汽车，或者甚至更大分子药像组装飞机一样难度，那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学名药我们叫做生物类似药，因为它不会跟原来的那小分子药，它专利过期之后你做的药可以跟原厂一模一样。那这些大分子药可能差一点点就会跟原来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它必须疗效还是要一样，才能够宣称是原来药的生物类似药。那如果是完全不一样，还变得叫做宣称更好效果，那叫做 me better， 不是 me too， 是 me better。me better 它就是新药，它又要再走新药，因为它如果有更好的疗效或新的疗效出来，不同新的它又要走新药去证明它更好的疗效或者新增的那个疗效，所以它变成是新药。所以当你讲这个原来这些大药厂的这个大分子药的如果过期的话，我们能做的就是biosimilar， 那这个就有点困难，不像小分子药这个学名药很容易化学合成去生产，那这个竞争者多。
那后面这个就难了，这个可能就必须要有这个会放大，会 scale up， 这个就困难多了。那现在当然台湾就是也在我们的国家真的希望能够做所谓的 CDMO， 就是希望能够接手这一部分的这些大分子药。我刚刚讲大分子药就是所谓的生技制药很多的这个标靶药物啊，这些新的这个细胞疗法需要的这些药它必须要比较复杂的生产过程。那这个就这个生产全世界就没有这么多家了，但是也必须要注意这个部分，中国倒是蛮多可以生产的。对，那跟稀土一样珍贵的就是一些医药品，他们也发现哇，这几年来，这10年来，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他们的药厂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好多这些大分子药的这个生产都跑去中国了。所以这个部分台湾也必须要赶快努力，急起直追，才有可能在美国想要发展另外一套这个供应链体系，医药供应链体系，不想受制于中国的时候，我们能够加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员，然后来提供这个具有高品质的药。那台湾已经有业者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嘛？你刚刚提到说必须要起步。那已经有业者开始在做，有非常多的药就是主打这些，它可能就是一些癌症的标靶药物，然后它可能要准备开发这些生物类似药，或者它可能开发更好的这可能更好的药，那他们都有尝试要量产生产。那我们国家之前也有类似像台积电一样，也有一个台湾生物制造公司也希望，然后还有一些国发基金也投了一些公司，希望能够做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生物药的一个代工。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当初两兆，首先大家可能第一次觉得说，生技业可能是有一点发展，就是那个2兆双星嘛，结果后来变成产业。现在应该在社长来看，现在应该已经不管在现在 AI。是那么的闪亮，可是相较之下，生技应该也不会那么惨吧？应该是这样。刚刚讲到有一个 cycle， 就是在其他东西好的时候，生技就会相形之下比较不好。可是现在这样子看起来，人人想要活命啊，想要活得健康美丽啊，生技产业应该不会，再怎么说不会那么惨吧？应该是这样讲啦。生技这个公司股价有一个特性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说是本梦比其实现在很多 AI 也是本梦比那他们的梦做得更大烧得更凶那生技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一向跟我们的主流的这个科技股是有一个我不能讲它叫做反景气循环啦就是当其他类股好的时候，电子业好的时候，跷跷板嘛，就是他们那边比较起来的时候，这边就会下去，是这样子的。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记得这个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 ，financial crisis 金融危机，所有产业的股价都跌，然后很多的实质生产也都这个生产也都是我相信都是10几20%的衰退，那股价更是一落千丈。可是当时呢，我就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生技股的股价没有跌太多，虽然是金融危机，应该是全面的，它没有跌太多。那尤其是实质面，它的营收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跌。那我当然也是开玩笑的，可能因为金融危机，很多人股票心情不好，然后在家那个无心在家，所以心情不好，所以吃药的人变多了就这样。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其实生技股它永远是一个大的 portfolio 资产组合里面的一块基本，因为它开发的东西是 many 是有需求面在支撑的，它不是纯粹一个想象的题材，但是要达到这个需求，例如说要得到很好的疾病，它其实是很困难的，它很困难，但它是真实需求，但是成功几率不高。但是在其他更大的这个领域，它可以马上看到，像这样子，我们看到 AI 这样子一下子这个渗透率这么大，所以很多的钱，那以后也不止这个我们生活，那所有的工作也都需要，所以它现在的钱往那边，那也必须要讲，原来在这个像今年的私募基金未上市的这个股票的这个投资的一个基金，很多的这个私募基金还有国家主权全部这个
全部的钱都跑去2/3的钱都跑到那前3大的 AI ，OpenAI、Anthropic 跟这个 X 啊，那另外的1500多件全部分食那1/3的资金市场资金来源。那你像1500多件分食的结果那3家拿到2/3，你说它怎么可能会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当你全部的钱都往的那生技就不好，它很重要。所以，但问题是，当这个东西这边很大的时候 ，bubble 破掉的时候，这边这个就重要。所以它永远，我并不能说基于它的高风险性，你不能够把你的筹码全部都赌生技，而且即使是像我。生技建价做了300、400多件，我也不敢说我有多好的物色生技人，因为最后股价能撑起来，还决定于投资人哦，他们看重什么样的题材，他们要创造什么样的潮流，资金的去向。好，所以赌生技，你绝对不能认为自己有那个很棒的眼光，你只赌一，那你要一个 package， 那整个生技在整个科技类股，它也要一定要有。哦，那我也知道很多电子业他们赚很多钱，他们也还是有想办法来投资生技。那有什么好处呢？它的电子业跟它的生技结合，就是未来的趋势。我讲 AI 或者是很多数位科技或很多资讯科技跟医疗的一个结合，医疗机器人之类的。对，医疗机器人啊，还有你医疗的判断啊，就是就 AI 跟那个，那 AI 的原来的它就原来就是一些医疗的数据。一些临床试验，你用药的一个反应如何？有没有严重的副作用是怎样？那效果好不好？那你这些数据，然后再加上穿戴式用平常收你的健康数据，到你用药，还你平常的饮食，然后到作息，然后到后面的用药的一些反应的这些资料整合起来，然后最后你的健康状况，这些东西在我们的 ICT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进来。前面想办法把资料数位化，然后整合，然后 ICT 串接这些穿戴式装置，收这些数据，然后再做分析，然后分析完找到是不是有哪一些我们讲 unmet 就是缺口，有什么东西可以补进来，就可以设计产品，或者是找到一些东西可以有很好的解决，可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我可能想办法把它druggable 把它变成药物去做治疗，所以它这一整串是还是可以，而且所有的 ICT 的产品一到生技医药，它如果准证后，它的毛利都非常高。你可以看我们的生技公司，也许这个因为这个授权金忽高忽低，但他们的毛利一向都不会太差，生技相关的毛利一向都高于我们传统业的电子业的制造的毛利毛利是不错。但是最后整个公司利润忽高忽低，因为它的授权金，它的受限于它的成功几率，它不是个稳健的营收。那它的股价呢，也是受题材的影响，忽高忽低这个就波动更大它不像其他电子业传统，它是稳健的。那有些传统稳健的，它可能股价不高，但是有很好的营收那有的呢是刚好现在 AI 概念相关的，就可能现在就股价很好所以这整个都应该要有一个，我会觉得一个资产配置，生技是一定要有，但是可能基于它的风险性占比不要高，但是你完全没有，你也会错失掉，因为谁知道你在这里面你就会有一个，就像20年前没有人知道这个糖尿病药可以在20年后可以大卖，而且它变成是减重产品，变成是一个消费者产品，因为我们当时都以为所有的药是医疗市场，是专业市场。现在反而是消费者好，我在今天节目之后，我想可能大家对于生技产业会稍微有一点新的眼光。当然刚刚社长也讲到说，多少有一点，很多事情有时候还是像赌啦，可是大家应该会知道说他当年说是新星嘛，新生起来的明星，现在也许不是那么闪耀的明星，可是他应该是一个算恒星吧，就是持续会发出光芒，只是大家在这个满天的繁星当中，是不是偶尔会看到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存在我是不晓得怎么衡量讲产，其实这20几年来，其实我们也看到好多生技公司，那当然过去有一些公司起来又下来，它也许在
股票投资它不是一个大标的，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它的发展，那会有很多公司在里面去营运，那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最后上市柜，然后最后变成股价非常的高。那我会觉得它会有很多的模式，那我也知道有很多生技公司，如果它有稳健营收，它反而还不上市柜，它就赚它，因为我跟你说毛利还蛮高的嘛，它就根本没上市柜，所以你们会觉得这叫它有失败吗？没有啊，它反而是把它那个风险很高的出去上市柜，因为开发它如果风险更大，它更需要大家的资金来分散风险。它如果稳赚的都不上市柜，所以你会听起来最后，生技股怎么都是这种？市长这样讲起来很有意思。今天这个节目让我们对于生技业大致上有了一个新的看法。那假如观众朋友啊、同学们啊，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关于生技业想要问的，也欢迎回馈给我们。我们希望社长以后还可以抽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谢谢社长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观众朋友今天的加入。那还是一样老话一句，按赞、点阅、开启小铃铛，对，开启小铃铛。那谢谢社长，也谢谢观众朋友，谢谢。